金怡，我觉得我的提议挺好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知道了，我会考虑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会说服倩倩让你去看妞妞的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个，路上小心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回来了，妈，你来干嘛？这是你剩下的东西，还有这个，为什么会在我家？为什么会在我的卧室里面？我说去哪儿了呢？原来在这儿。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会在我的卧室里面？你们两个人在我的卧室里面干了什么？你想知道我在你的卧室里做了什么吗？你说呀，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做了你当年跟王静做的事情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只不过是付诸于实践而已。你以为我像当年那么好欺负吗？叶静怡，你还忘不了你前夫是吗？竟然还背着我去见他。我跟王静度蜜月的时候，你还背地里面跟踪我们。你知道你这是干什么吗？通奸！通奸！你还好意思说我通奸？你当年对我做了什么？姚倩倩，你应该去问问你的丈夫，不要让他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明白了吗？你要担心的是你的丈夫，我自己的丈夫，我自己会管。我警告你，如果再被我发现你背着我去见王静，我绝饶不了你。你今天是从公司回来的吗？对啊。不对啊，我给公司打过电话，美女说你提前走了。哦，我去见了个人。见谁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呗。算了，我什么都不想问。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，睡吧。您好，你好，今天终于肯坐我的车了，来。今天准备请我吃什么？我想请您吃麻辣香锅。麻辣香锅？怎么了？于晶啊，不喜欢吃辣的，特别是麻辣香锅。如果他肯吃，那他呀是对你有意思了，那么你就可以呀直接和他谈正题了。您不喜欢吃吗？谁说的？老丁，去麻辣香锅找家好的。
是不是太辣了？辣的舒服，辣的这个人浑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。给，谢谢。这里有个辣椒。哦，对不起。晶莹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一直认为我看人很准的，可是当我自认为很了解你的时候，你总是会证明我都是错的。您太谦虚了，您不是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吗？我无非是喜欢肖邦，喜欢吃路边摊，更喜欢吃麻辣香锅。这些都是我已经看到的、知道的，但是我怎么都看不出来你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。我以前是 Powerland 的设计师，但现在失业了。Powerland？怎么？你知道这家公司？我当然知道这家公司。哎，你不会是叫那个玛利亚的那个设计师吧？我的名气有那么大吗？真的是你啊！太巧了，这可。岳海杰，什么原因让你辞职了呢？我的设计被别人泄露到市场上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，我不得已离开公司。这么说，你背了黑锅。可是，就这么离开公司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对于这件事情，我无能为力，就怪自己不走运吧。来，别提不开心的事了，我们吃吧。王总，人来了。哦，静怡，你来了。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哦，坐吧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大老远的让你来，但我实在没时间去你家了。没关系，找我来有什么事呢？就是新公司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正在考虑。你知道，我理解，但是这边的情况呢比较紧急，而且我不仅欣赏你的能力，更加欣赏你的人品，所以特别希望一起工作。我是担心，如果姚倩倩知道我在你的新公司工作，会怎么样呢？所以，你最好先跟她商量好了，我们再谈。是为了于清江吗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跑到我这里来，威胁我说，永远不会批准你辞职的。我知道他对你有好感。是，我知道他喜欢我，但是我对他没有感觉。在我的心里，只关心你跟妞妞。希望安排合作顺利啊！好，希望我们合作顺利。好的，好的，给您打电话，小心头啊，小心头。拜拜，谢谢。谁呀？是不是那个女人？是不是那个女人？这个设计师干什么？设计师，你勾肩搭背的，都大街晚上还设计师？这是公众场合，你干公众场合，干嘛呢你？这什么？你派人跟踪我？我跟踪你，照片都寄到家里了。你以为我相信吗？你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到底过不过了？难道你不想招聘叶静怡吗？够了！
我告诉你，你该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王姬，照片？什么照片？叶静怡，你还装？除了你，谁会干这样的事情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听不懂。你还要装到什么程度？我猜猜，一定是王静背叛你了。叶静怡，这就是一朝劈腿，10年劈腿。我听说劈腿会是一种习惯的。我问你，照片到底是不是你寄的？当然不是。不过我真的很担心你，你处心积虑的要嫁给王静，现在却闹到这步田地。当初你看到我们家后院风光无限好，现在轮到自己打理后院了，忽然觉得很辛苦啊。倩倩，看你现在憔悴的样子。你闭嘴！对了，我记得他当初说过，他只享受跟你在一起偷偷摸摸的刺激。现在把你娶回家了，天天看着你这张脸，一定觉得越来越无趣了。倩倩，你不会觉得你们的爱情会天长地久吧？那就太可怜了。随便你说什么都好，我是不会离开王静的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。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我猜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，是吗？你知道王静为什么会被我抢走吗？那是因为他爱我比爱你更深，你根本就不配和他在一起。他之所以会被我抢走，那也证明你根本就不够爱他。所以不要再使那些阴谋诡计了。如果再被我发现你寄什么照片，那你就死定了。哈，真是太可笑了！比起搞阴谋诡计，有谁能赢得过你？你说你比我更爱王静，我想你把爱情跟占有给弄混了。算了，就算你比我更爱那个爱劈腿的混蛋，我不在乎。叶小姐，这是于董让我交给你的礼物。谢谢你。不要。虽然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真正的主人，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老土，但这一次你真的让我理解了这句话。这条裙子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。我们说好了要做朋友的，对吗？那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吧，好吗？静怡呀，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也许于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底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于金一直在试探我？有这个可能。可是，当谎话圆不过去的时候，干脆就实话实说还好一些。不过我认识的于金啊，可没有什么同情心，但他呀，挺喜欢刺激的。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那件事是赵桂生干的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公，是我错了，你把门开开，把药先喝了。老公，你开门啊！老公，你凭什么跟我生气啊？是你在外边先跟别的女人鬼混了，按道理来说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今天的样子不是在耍泼吗？耍泼？看了那样的照片，哪个老婆会不闻不问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跟别的女人鬼混了？
那我们还谈什么？有什么可谈的？今天你害得我连设计师都找不到，我在公司很丢人。姚倩倩，如果你在事业上帮不了我的话，那麻烦你安分点儿，别给我添麻烦。老公，哎，刚才他说什么？你又跑到他公司跟他闹去了？妈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别问了。我不知道什么呀？你们母女俩真是太像了。给我，这是我让叶静怡给王静买的药，你又不会熬药，你端着干什么？这药是叶静怡买的。怎么了？你关心过你丈夫的身体吗？你就知道撒泼吵架。我让叶静怡给王静买的药给他喝了，有什么错吗？给我。哎，老公，你说我是不是越来越无趣了？以前约会的时候也不觉得，现在真正生活到一起了，的确是很平淡。你会不会因为这个才对叶静怡念念不忘的？你又来了。你就跟我说实话吧，我不生气。就好像你明明知道那个药是叶静怡买的，不还是喝了吗？你能不能不说这个了？你看你，我一提叶静怡，你又急了，你是不是还想着她呢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急了呀？你天天唠唠叨叨的，你不烦吗？啊，你不累吗？我告诉你，王静，我不会让我们这个家支离破碎的，我不会让叶静怡得逞的。我付出了那么多才嫁给你，为了保护我这个家，我可以付出一切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离开你了？啊？还有，你刚才说你不生气的，你我生气了吗？行了，我的姑奶奶，睡觉吧，啊？老公，老公，王总，人来了。静怡，赶紧坐。喝点茶。谢谢。王总，我想问问你，叶静怡要走这事儿，到底是你们俩谁的意思？于总，这谁的意思，我觉得并不重要。我今天请你来呢，是因为听说你不批准静怡辞职。静怡啊，你也表个态，究竟选择哪家公司，让我们心里也有个底啊。只要您那边商量好了，我随时都可以到您这里上班。于总，你也听到了，那就请您批准他辞职吧。静怡，咱们上车说吧。就在这儿说吧。要是没什么要说的，我就走了。当然有了。我不知道我对你做错了什么，你要这么对我。赶紧说正题，这样很烦的。你不是要辞职吗？只要你不去王健的公司，我就答应你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走了。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跟倩倩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不能说，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。哎呀，倩倩呐，你回来啦！妈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呢。你是不是又跟我婆婆吵架了？啊，没有，我们俩现在处的呀，跟亲姐俩似的，好着呢。那就好。王静呢？回来了吗？
啊，还没回来呢。倩倩，倩倩，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人去找你啊？没有。是不是赵桂生跟你联系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在想啊，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？一旦他跟你联系，马上告诉我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做饭去了啊。这个是送给你的，看看吧。这不是那天咱们俩在时装店买的吗？没错，穿上看看。不是，怎么经你手就变成时装了呢？喜欢吗？当然喜欢，你给我的东西我一定喜欢。但是我确实没想到你会亲手为我缝制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姚倩倩的银行交易记录、姚倩倩转账记录和收款人信息全都在这儿了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给你证据的份上，你给我一点钱？我这两天都快饿死了。钱我凑齐了。娟子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明天赶紧把这钱给赵桂生，还证据。老公，我们今天一起坐车去公司吧。对。啊，倩倩，你妈要待多久啊？怎么了？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两个老太太根本合不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劝我妈找别的住处的。这两天新品发布的事情，我都忙得焦头烂额了，还没有心思去打理这些。那等稳定再说吧。这是宣传册的草稿。这期的模特虽然不是我想要的，但还过得去吧。公司的宣传怎么能只靠模特呢？宣传册上怎么没有我的名字？这是公司的决策，你不必过问。为什么？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没这个必要吧？好了，这期的宣传册就按照这个来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不能为我说句话吗？董事会做的决定，多说无益，而且再说下去的话，只会让你更难看。寄人篱下的感觉非常不好，尤其是于金这个老狐狸，处处挤兑我们。所以，我要建一个新的公司，由我们来掌握全局。还招叶静怡？你很清楚我为什么招叶静怡。是啊，我是清楚，因为叶静怡设计的衣服比我好呀。可是就让我眼睁睁的看着我老公和他前妻在一起工作，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？当初是谁把我的设计师赶走的？是你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这是我的决定吧。钱我拿来了，银行交易记录呢？你说过的，我把证据交给你，我就不负什么责任了。你得说话算数。当然。还有，就是你见着倩倩和她妈的时候，你得说你是动用武力才得到的。毕竟，我不想跟我们家瑶分开。我明白，我会帮你的。不过，
你也要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都这么帮你了，我还怎么助你一臂之力啊？我真帮不了你了。要不，你愿意怎么说都行。有什么事吗？现在？好，我这就过去。静怡啊，这是合同，你看有什么修改的地方，你就告诉我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。静怡，你太天真了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王静，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忙。能把签约金先付给我吗？我突然有急事需要用钱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需要我帮忙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让贾明宇把钱给你打过去。谢谢你。咱俩的关系不需要说谢谢。要不你回家先看看合同，我需要去看一块地。你要开新店吗？新的公司需要新的卖场啊。再说，总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所以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的。麻烦帮我找一下江董事，我是叶静怡。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是关于设计泄露的事。江董事现在不在办公室，要约明天吗？那我该找谁？找于总于清江吗？他正在医院抢救。什么？嫂子，王董真的去考察工厂了？我知道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是王静的学弟吧？是啊。然后就一直追随他工作了。对。那我就直入主题吧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你向我汇报一下他的状况。我向你汇报？很难吗？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他是个什么状况就好了。你会帮我吧？这个，明宇啊，我好歹也是王静的老婆，你这么多年劳心劳苦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要想提拔你，那只是个时间的问题。我想，你还是愿意帮我的吧？清江，于清江，医生，他怎么了？你是患者的家属吧？算是吧。患者是倒在了一个废弃的工厂里，被人发现后，120送到这儿来的。那是人为的还是他自己磕伤的？根据我们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，人为的可能性比较大。那他有生命危险吗？这个要等我们相关的检查出来以后，才进一步确定。
目前病人呢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，希望你们呢能够给他多说说话，看他是否唤醒他的意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行吗？青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点醒过来，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于新江伤到脑来了，现在还在医院。是啊，听员工说好像伤到大脑了，到现在还没醒。马上就发布会了，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故意的。为了叶静怡。我还是过去看看吧。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啊？我得过去看看，想个对策。哎，忘了你，想忘了你，你的笑刺痛我眼睛，不愿意输给你，看不穿猜不透的心，会用太多不经意，让我歇斯底里，在你的游戏中沉迷。爱是你给的伤害，不爱却又放不下依赖，疯了的也拒绝平安，我的明天真的与你无关，别再想，别再说爱与不着了魔，又熄了火，你用倔强等我错，太迷惑，让我虚脱，眼看着以前都结成冰，我对你一直很残忍，对不对？背叛无情，你总是对我那么好，可我总是拒绝你。快点醒过来吧，让我向你道歉，让我好好的补偿你。是你给了我一次生命，所以我的生命应该属于你。醒过来，快点醒过来。叶静怡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要照顾于新江？你来是干什么的？就是问我这个问题的吗？我本来是来看于清江的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在这里。你告诉我，之前你进公司是不是因为喜欢他，你才进的公司？你觉得现在问这种问题有意义吗？我现在喜欢他，怎么？你不觉得我现在的感受很重要吗？你的感受不重要。你告诉我，之前你答应我跟我一起工作，你是在耍我吗？王继，是你邀请我的，决定权在你那儿。你想好了到底想怎么样吧，然后给我电话。好，叶静怡，记住你说的话。
喂，是我。叶锦怡干不了了，你帮我找个有名的设计师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对，就这样。从来不知道你的手原来长这样，因为怕你读懂我的心，都没敢仔细看过你。你有一张和善的脸，一颗温暖的心。你的胸膛好温暖，真想永远的依靠下去。静怡，好吗？哎，他怎么样了？还没有醒。静怡啊，你快回去歇着吧，都熬了1个晚上了，白天就交给我和你妹妹吧，啊？好吧，妈妈，辛苦你了，快回去吧，放心吧，姐。明年设计团队会开会，决定下一季度的主题。因为于清江不在，所以王静和茱莉亚会试图把决定权揽过来。今天江董事要代表于金董事长主持会议。大家都知道，新一季的产品就要面世了。在这里，我代表董事会由衷的感谢大家的努力，特别要感谢姚倩倩。各位，现在其他时尚品牌也非常关注姚倩倩的作品，为什么？因为姚倩倩是时尚界的风向标，我们可以通过她的名气来增加我们的业绩。叶庆怡，你怎么来了？没看到我们在开会吗？江董事您好，我之前给您的秘书留过口信。哦，是你，是你说你知道图纸泄密的内幕？是，我查出了幕后的真凶。幕后真凶？你又想诬陷一个好人吗？可是我这里有证据，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吗？你觉得我有可能拿到那些规格表吗？我都不知道那些是干什么用的。姚倩倩才是幕后之使吧？这不是证据，这是诬陷。别告诉我，你听不出这个男人的声音，他可是你的继父，赵贵生。就凭这个笨男人说的话，就能证明是我做的吗？看来你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我的确还有别的证据。姚倩倩妈妈的那个存折上有一切交易记录，姚倩倩怎么转的钱和怎么分汇到不同人的那个账户上。我这里还有这本存折呢。各位，姚倩倩偷了我的设计，然后通过贿赂不同的分销商，把它们泄露到市场上去。这本存折上可是体现得一清二楚。怎么样，姚倩倩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预谋，是叶静怡精心部署的计划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人家把证据拿出来了，你还撒谎？那叫证据吗？他一定是威胁了赵桂生，才会那么瞎说的。那存折呢？那些钱是我给我妈的生活费。生活费，好。那汇给经销商的钱呢？你怎么解释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叶静怡伪造的。证据是可以伪造的，你知道吗？目击者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。叶静怡说的经销商你认识吗？那些经销商是真的是假的你都不知道。万一是我妈的朋友呢？你就会怀疑我。你解释那么多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我会处理好的，你别担心了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我不只担心你，因为这件事，抛卵的公司更加信任于金，而不是我。如果我在这个圈里失去了信誉，你觉得我能建立新的公司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呀？发生这样的事，公司会怎么处理姚倩倩呢？姚倩倩涉嫌违约，江董事会去处理的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至少会有经济上的惩罚吧？那是肯定的。我们在合同的确定之初就已经商定好，无论是哪一方，只要违约，就要赔偿一大笔的赔偿金。姚倩倩这是自食其果。明宇，姚倩倩这事要赔多少钱？我们要赔的钱是投资进去的3倍。当初让嫂子担任设计师的时候，我们做了担保，所以……行了，警察，你帮我看看，于金什么时候回来，然后盯着江董事，去吧。是。收这个烂摊子。于清江还没有醒过来吗？我给你带了百合花，我的蜜语花，闻一闻吧，快点醒过来，然后喊着我的名字。清江，你醒了，清江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没事了吗？我没事。清江，怎么又闭上眼睛了？清江，清江，我去叫医生。别做酒，我不要紧，陪着我就好。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好，我陪着你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你不能再有事了。太好了，你醒了真是太好了，吓死我了。叶小姐，您好。老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董事长想请您到家里去一趟。董事长出差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好吧，我正好也有事找他。好，请。来，叶小姐，请。您这次出差还顺利吧？非常好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来，先坐，坐。我先去拿个东西，稍等。
我陪着你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你不能再有事了。锦怡，你看前段时间你帮我做模特，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谢你呢。这个不用谢。哎，知恩图报一直都是我的立业之本，所以对朋友就更应该如此了。是这样，我呢，精心的为你选了一套房子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住得舒服一点。希望你能收下。于董事长，这个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在欺骗你。我从开始就知道，您不仅是佳美集团的董事长，还是 Powerland 的中国代理和华景公司的大股东。这有什么？其实我也早就知道，你曾经是 Powerland 的总设计师，这没什么。可这不一样，因为我是故意接近您的，并且想利用你。利用？青江，阿姨，哎，您来了。哎，别起来，别起来。哦，今天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哎，哎，阿姨，静怡呢？哦，她有点事儿。啊，我给你熬了点汤，多喝点，补补身子啊。啊，辛苦你了，阿姨。原来是这样，锦衣，我很想知道，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让我的前夫王进为毁掉我们易家付出代价，可我自己不够强大，凭我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完成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帮你，对吗？对。可是我还没有帮上你，为什么要说出实话呢？我想放弃复仇，重新回到过去的自己。那这跟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关系啊。有关系，因为我想放弃过去的恩恩怨怨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能理解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宁可你永远不要告诉我真相。没关系，静怡，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需要我，就给我打电话。谢谢你。谢谢你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我以为父亲去世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幸福的机会了。那你可要珍惜哦。你在装睡，讨厌！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一直等你呢。我还一直没有问你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？哎呀，这只是个意外。快说是谁？赵慧生。你去调查我设计被偷的事儿了吧？啊。
我不是说过不让你查吗？为什么呀？你的事儿我不管，谁管？可是赵桂生都已经把姚倩倩偷我设计的证据给我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你被打的那天。那我这不是白被打了吗？可不是嘛！我找他去。哎，回来，坐下。你听我说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放长线钓大鱼，这人还有用啊！可你白白挨了一棍子，心里不委屈啊？为了你，别说挨1棍子了，挨10棍子我也认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确实挺疼，真的。头又痛了吗？我去找医生去啊！哎，别去！过来，近点儿，抱抱就好，抱。医生都看到了，有护士该来了。啊，抱抱就好，比医生管用，抱抱啊。你好，于董在家吗？还在，你请进吧。谢谢。于董，你来了。你是为姚倩倩的事来找我的吧？于董，我对这次突发事件深表歉意。不必了，回头我会让董事会把赔偿金额告诉你的。回家劝姚倩倩，让她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吧。让董事会提出来，我怕她脸上会挂不住的。对了，让姚倩倩做首席设计师，是你的主意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你是董事长，一切由你决定。于董，恕晚辈直言，这个姚倩倩虽然在行为上有点偏激，但是她毕竟是一名人才。我觉得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愿意为这件事负责，引咎辞职，服从您的安排。如果你真有心的话，就把你的股份给我，当然，我会出个好价钱。于董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愿意服从董事会的决议。好，告辞了。老狐狸，损失赔偿和违约金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你该不会忘了合同上的相关条约吧？上面明明写着，如果因为涉嫌盗窃设计图纸，或者是以其他非法手段所造成的问题，你们必须要赔偿造成损失费用的3倍。如果这件事要闹到法庭上，不光是你，就连王董事长也要承担责任。所以我还是劝你按合同办事，这样事情会好办得多。江董事，我为这个公司挣了不少钱吧？你们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我？你明明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会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损失，那你干嘛要这么做？好，另外，叶景一的损失你必须偿还，1个星期之内答复我，否则我们将采取法律手段。就这样，你把我给毁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会亲自去求于金的。我会告诉他，现在的状况都是误会。你不要再给我丢脸了。于金那里我已经去过了，你知道于金是怎么羞辱我的吗？他要我把股份给他，如果我不给，他要划进公司，
退出一方合作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董事会会怎么做？你应该明白吧？老公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不赔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进监狱的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把新公司开起来了，能不能稳住于金？难道我进监狱就不是问题吗？如果你害怕进监狱，当初就不该那么做。我当初只是想做好，我想看住于禁的人，不让他们捣乱，所以我才拼命保住我首席设计师的位置啊！没有实力就不要这么做。董事会的董事们希望你能辞职。什么？我不想帮你收拾你的烂摊子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难道这件事情你没有一点点的责任吗？难道这一切都是我让你做的吗？如果当初你把跟叶锦衣的关系都整理好的话，我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吗？老公，我也不想这么做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你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叶锦衣的身上，我不想输给他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在推卸责任。姚倩倩，你无可救药了，我受够你了。我们之间做个了断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清理一下了。我们离婚吧。老公，你是在开玩笑的，是不是？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在开玩笑是不是？我说的是真的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会卖掉我所有的股票，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老公。老公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老公。赵医生，不知道，王静，你找他干嘛？妈，你去找赵国生，让他来见我，因为我们都要离婚了，打算怎么办？怎么解决？哎呦，倩倩，老公，哎呦，倩倩呀，这离婚不是说离就离的。如果天底下都像你这样，为一点小事就离婚，那不是没有夫妻了？这是小事吗？这是大问题。因为你们，因为赵桂生，我都要破产了。不错嘛，姚倩倩，你又干了什么？现在又是离婚又赔钱的。哎呀，亲家母，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，你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我让情况变得更糟啊？是他说的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是他又干了什么好事儿，要不然王静不会那么生气的。他提出了离婚呢，一定是他做错了事儿。亲家母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勾搭上一个坏女人，我的儿子的一生就变得一塌糊涂了。现在好，要闹第2次离婚了，真是丢死人了！哎，你别太早下结论行不行啊？谁说要离婚了？是他说的啊，又不是我说的。你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啊？你以为谁的嗓门大，谁的有理吗？啊！你有完没完了？啊！你就是让倩倩把事情搞砸了之后，让他们闹离婚是吧？哼！我告诉你。他不会这么轻易跟你们家王静离婚的，没门儿！你以为你想让他们俩离婚，他们俩就离婚了？哼，对吧，倩倩？因为你，我活不长。哎呦，倩倩，你干嘛说的这么吓人呢？天哪，真是烦死人了！天天这么闹哄哄的，这水深火热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们吵什么？这间屋子从来就没有安静过。儿子，你怎么又要离婚呢？你是因为生气才这么说的，是吧？那姚倩倩她究竟做什么了？是不是又是因为钱呢？妈，我真的想要离婚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拼了命工作，为了得到这个公司，我牺牲我自己去迎合所有人。以前是叶静怡的家人，现在呢？现在是倩倩的家人。我心里累，很累。
妈知道，妈知道，你为了得到这个公司，太辛苦了。但是儿子，依我说，如果你这次不是想把姚倩倩赶走，再把叶静怡接回来的话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离婚，要不然那妞妞怎么受得了啊？儿子，你觉得叶静怡她会回来吗？要不然我带着妞妞去问问她看。妈，您说的哪儿跟哪儿啊？您就别瞎搅和了，行吗？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吗？好，那你歇会儿，你好好歇着啊。是，让我抓住你，你就死定了。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？为什么？你把我的生活全毁了，把我的生活全都毁了。姥姥，帮我梳梳头好吗？哎呦，妞妞啊，你也懂得时尚了。好，姥姥呀，去给你拿几个漂亮的发卡，那样戴上会更漂亮的。啊，呀，帮姥姥擦擦地啊。妞妞，你看，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来，姥姥给戴上。真漂亮。还有这个呢，噔噔噔噔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漂亮吧？外婆送给你了。姥姥，帮我戴上好吗？好，来，外婆给你戴上。哦，哎，妞妞真漂亮。好，去玩去吧啊。好。那信上有地址吗？地址我查了，是假的，信也没说是谁写的，但我知道肯定是小宝。小宝也太可怜了，那么小就失去了家庭，现在又在逃亡。小宝也真是的，他应该知道我找不着他有多着急，多难过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这事儿一定能查清楚，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小宝是好人，